美国总统川普8号宣布，允许英伟达 H200芯片出口中国市场。在美中贸易暂时休战之际，允许出口这款芯片，对美中贸易和科技竞争将会带来什么影响？下面我们来连线华府记者张亮。张亮您好，可以和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款政策的具体情况吗？你好，陈月。周一呢，科技业呢高度聚焦，川普总统宣布放行辉达的 H200晶片出口中国市场，同时呢，美国将收取25%的获利。这笔上缴美国政府的费用呢，并非由企业支出，而是将以进口税的方式呢，向晶片制造地呢台湾征收。英伟达呢，2024年推出的 H200晶片效能是 H20的2倍。随着美中科技战的升级呢，这款晶片的出口管制问题呢，成为双方博弈的关键议题。此外呢，川普也指出 ，Blackwell 和 Rubin 等新一代晶片呢不在此协议的之列。外界认为呢，政策转变与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多次游说白宫有关。那黄仁勋呢先前受访时强调支持晶片出口管制，但认为呢不应该放弃出口中国市场，认为要让世界采用美国的科技标准，也避免中国内部呢自建生态系。另外呢，川普总统呢周一还表达了对战争部打击海上毒贩的支持。来看他怎么说的。Whatever he decides is okay with me. So every boat we knock out of the water, every boat we save 25,000 American lives. That was a boat loaded up with drugs. I saw the video. They were trying to turn the boat back to where it could float. And we didn't want to see that because that boat was loaded up with drugs just like everything else. But every boat we shoot down, and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we're 92 or 94% down in drugs coming in by the sea. And we're trying to find who are the 6%. 周一呢，川普还在真实社交上预告呢，本周将签署一项统一规则的行政令，认为呢不能指望一家公司每次呢想做点什么的时候呢，都要获得50项批准。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哈塞特确认呢，已经看过行政令草案。他表示呢，这项行政令将明确规定，美国公司在美国境内呢只有一套标准。目前呢，美国50个州呢都针对资料隐私、家长控制和深伪视频等呢制定了不同的政策，保障呢民众的安全。不过呢，联邦统一规定呢可能会面临法律挑战。上个月呢，川普总统呼吁在国防法案中呢加入条款，阻止各州通过人工智能法案，遭到了2党议员的反对。陈月。好的，还有一个受到关注的消息，就是串流媒体巨头网飞收购华纳兄弟影业，又有了最新的进展。请张亮和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好的。8号呢，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呢，网飞公司呢先前还曾考虑收购影视娱乐巨头迪士尼和福克斯，以及游戏巨头呢易电，但这些交易呢最终都没达成。网飞上周宣布呢，已达成初步协议，以720亿美元的价格呢收购华纳兄弟旗下的制片厂和流媒体资产。收购完成后呢，网飞很可能成为游戏界的新巨头。不过呢，派拉蒙影业呢提出了新的报价，超过了网飞的报价。那每股30元美元的价值呢是1084亿美元，而且是全现金竞争性的收购。强调呢，其交易在反垄断和院线电影方面呢更具优势，比竞争对手呢高出上百亿美元。派拉蒙的执行长大卫·埃利森呢还承诺，每年在影院上映超过30部影片。川普总统呢周一表示，在网飞和派拉蒙2家公司呢竞购华纳兄弟探索频道问题上呢，他只希望收购可以顺利进行。来看他是怎么说的。I know the companies very well. I know what they're doing, but I have to see what percentage of market they have. We have to see the Netflix percentage of market, Paramount, the percentage of market. I mean, none of them are particularly great friends of mine. You know, I want to do what's right. It's so very important to do what's right. 另外呢，川普总统还发文指出，墨西哥持续违反全面的水资源条约，严重的损害了德州的农作物和牲畜，还欠了美国大约超过2.4亿立方米的水。他要求呢，墨西哥在12月31号前呢释放其中1/4的水。目前呢，墨西哥还没有回应。川普总统表示，如果墨西哥不立即释放这些水呢，将会加征5%的关税。陈月。好的，谢谢张亮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今年3月解任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斯劳特，案件日前已经进入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听审程序，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支持川普总统，这也攸关川普能否开除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后续诉讼。美国最高法院9号在川普诉史劳特法案的辩论中，6名保守派大法官都表态支持川普可基于政策理由解雇，显示法院极可能推翻长达90年的法律先例，赋予总统对独立机关更大的直接掌控权。川普今年3月决定解任 FTC 民主党籍委员史劳特，但没有给出具体原因。史劳特立即提起诉讼，认为这违反了最高法院的1935年汉弗莱遗嘱执行人起诉美国案判例，允许国会保护联邦监管人员，免于他们遭到无故解雇。在8日最高法院的辩论中，6位保守派大法官援引美国宪法第2条行政权应由总统掌理，以及总统应确保法律被忠实执行的条文，主张总统必须能全面控制、负责执法以及规定规则的行政机关。The one thing Selah Law made pretty clear, I think, is that Humphrey's executor is just a dried husk of whatever people used to think it was, because in the opinion itself, it described the powers of the agency it was talking about, and they're vanishingly insignifican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what the FTC looks like today. 与此同时，3位自由派大法官强烈反对推翻现行制度。他们担心，如果允许川普无理由解雇联邦机构官员，可能会让行政部门有权解雇其他机关负责人或低层公务员。对此，美国法律战计划资深顾问菲利蒂在接受英文新唐人访问时表示。Well, I think what we see, if there is a win for President Trump, is that we will have a more carefully designed parameters in which people are appointed and in which they exercise their powers. One of the issues that has led to this point is that over the course of 80 or 90 years, these independent agencies have gathered much more power onto themselves than was ever intended by Congress. Yet there's never been a good way to hold them accountable except through normal resignations or normal terms. This is a way to hold agencies more accountable, which they were not before. 川普诉史劳特案预计在明年6月底前公布结果。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维、陈灵芝整理报道。美国司法部周一起诉了2名中国男性商人，指控他们涉嫌走私英伟达芯片到中国。目前2人已经被拘押。根据司法部文件，现年43岁、住在纽约的华人龚凡月被指控与58岁的加拿大华人袁本林串谋，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走私先进芯片到中国。检察官指出，龚凡月和袁本林涉嫌与一家香港公司的员工以及一家中国 AI 科技公司的人员串谋合作，企图规避美国出口管制。2人已分别在上周及11月底被捕。本案已查扣逾5000万美元和英伟达芯片及图形处理器。如果共谋违反出口管制法罪名成立，袁本林将面临最高20年监禁和最高100万美元罚款。龚凡月将因串谋走私、物流出境面临最高10年监禁。根据法庭文件，住在德州密苏里市的许浩和他在休斯顿的公司浩 Global LLC 承认参与走私。许浩从中国收到超过5000万美元资金，从去年10月到今年5月，他出口或企图出口至少1.6亿美元的英伟达 H100 和 H200 芯片。许浩将面临最高10年徒刑。FBI 反间谍部门助理主任罗曼·罗扎夫斯基指出，我们要求私营企业警惕这个日益严重的威胁，因为对手国正试图追赶美国在 AI 领域的突破。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江迪亚综合报道。韩国表示，中共2架军机和俄罗斯7架军机今天上午闯入东海和南海的韩国防空识别区，并在对马岛上空汇合，停留约1小时，没有进入韩国领空。韩国空军则紧急派出战斗机升空回应。相关人士指出，中俄军机每年会在朝鲜半岛的附近空域进行1至2次的联合军演。防空识别区和领空不同，是为了防止领空遭入侵而设置的区域。依照国际惯例，进入他国防空识别区应该事先通报。不过，俄罗斯不承认韩国防空识别区的管制权。另外，共军进入的梨屿岛上空是中韩2国各自防空识别区的重叠空域。
再来关心俄乌战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欧洲多国进行访问。他说，乌军团队正在调整现行的20点提案，希望可以在9号送交美国。另外，泽连斯基也直言，中共根本没有意愿推动停战。泽伦斯基8号与北约秘书长吕特见面，前一站和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盟国领导人讨论和谈方案。泽伦斯基透露，出版方案中对乌方最不利的内容已被移除，乌方团队仍在调整现行20点提案，希望可以在9号送交美国。Американські представники знають базові українські позиції. Це була розмова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а, хоч і непроста. 英国、德国和法国首脑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达了强烈支持。他们认为，当下对基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时刻。That we stand with Ukraine, and if there's to be a ceasefire, it needs to be a just and lasting ceasefire. 另一边，美国总统川普对基辅处理和平协议的方式表达了不满，并施压乌克兰同意与俄方达成协议。And I have to say that I'm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that President Zelensky hasn't yet read the proposal. That was as of a few hours ago. His people love it, but he hasn't. But Russia is, I believe, fine with it, but I'm not sure that Zelensky is fine with it. 不过，普丁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表示，美国需要对其在乌克兰问题的文件做出重大甚至是根本性的修改，但他没有明确说明莫斯科希望华盛顿做出哪些改变。泽伦斯基在线上记者会回应关于中共在谈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表示，中共并无意愿协助推动停火。Найголовніше в нашому випадку це вплив, який Китай точно має на Росію, особисто на Путіна. Але при всій повазі до народу Китаю, до історії, до культури, ми повинні чесно сказати, я не бачу, щоб Китаю було вигідне закінчення цієї. 泽伦斯基也指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中共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根据乌方情报，中共却有向俄方输出电脑数值控制工具机。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一豪、陈灵芝综合报道。西太平洋安全情势受到关注。为了吓阻中共，当前美国和日本都在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美国白宫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要与盟友一起打造军队，在第一岛链阻止侵略。而日本也正在台湾周边打造导弹群岛，严防中共的军事行动。彭博社9号报道，日本正在进行40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部署，包括在琉球群岛建设飞弹发射阵地、雷达塔、弹药库和其他作战设施，在九州部署 F-35战斗机、远程飞弹等军事力量，以及扩充2栖快速部署旅。而距离台湾只有100多公里的与那国岛，目前已经有将近230人驻扎，未来1年将新增30名工作人员，组成电子战部队。同时，随着部署防空飞弹的计划，预计还将有更多人员进驻。美国白宫5号公布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内文8次提及台湾，指出美国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行径，并将打造一支军队，能够在第一岛链任何地点阻止侵略。The first island chain that you mentioned, and Taiwan is in the very middle of it, if you think of it like a castle wall. So if you break the chain, you take Taiwan, then you can easily push the Chinese military into the Central Pacific. You swing up to the north, you isolate Japan, swing down to the south, and you isolate Australia. You make it very hard for the Americans to operate. 7号，中共辽宁号航舰战斗群近年来首次通过宫古海峡以后北上航行。一名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自卫官8号发文表示，辽宁号很可能是故意进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先前公告的军事训练海空域，并表示中共航舰特地在这个区域内进行舰载机的起降训练，可能是要故意干扰甚至挑衅美军和自卫队的演习活动。新唐人也在电视邱春荣综合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描到台湾有事言论遭中共不断抨击和制裁。日本木白大学教授石井贯太郎认为，中共完全打错算盘，这些举措只会起到反效果。中共的举措起到反效果，中共的形象变得更糟。美国媒体已将中共的言论翻译成英文、法文等，广为传播。
澳洲、加拿大的媒体说，中共很不像话，那种人怎能当大使，引起哗然。中共限制中国人到日本旅游，禁止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石井贯太郎教授表示，这些措施并没有产生实质效果。中国游客的减少对日本影响不大。一些缺乏礼仪的中国游客减少，日本人或其他国家的游客就会增多。中共扬言限制赴日留学，这真的有效吗？我所在的大学在上周发表了新的数据，数据显示，今年报考我校的中国留学生是往年的2倍。石井贯太郎教授透露说，他的中国学生来日留学不久，就不再相信中共的洗脑教育。中国留学生来日本1年，或许半年就会知道，中共的教育都是假的，就会了解日本的真正面貌。很多人都充满了在日本学习与生活的意愿。中共的限日令加速了日本经济的脱中共化。石井贯太郎认为，中日的紧张关系正在加速日本经济与中共脱钩，最终导致中国经济更加恶化。只有中国制造，只能在中国才能买到的情况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日本是很擅长重新打造供应链的。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深厚，现在正是大量日企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的时候，而中国最终被孤立。中共的种种报复措施并未影响到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据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11月份的支持率仍然高达75%，这反映出日本国民对高市首相的期待与支持。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乐飞、广田光弘东京采访报道。中共外长王毅周一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会面时，声称台湾地位已被开罗宣言等7重锁定。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中共习惯性扭曲相关国际文件，即便锁定700次、7000次，也不会成真。中方他所谓的锁定，实际上应该可以解读成他持续惯性的扭曲相关的国际文件。如果是这样子的锁定的话，即便是锁定了700次或7000次，也不会成真。2次大战结束之后，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旧金山合约取代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政治文件，台湾绝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说法也已经获得了国际主要民主国家的肯认。美国川普政府日前发布了第2任期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作为未来4年政府外交政策的指南。这份新的安全战略发布后，引发各界的关注，认为是了解美国执政方针的重要文件。而作为美国敌对政权的中共，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反应。那么，这份新的国安战略在美中关系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对未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又有什么样的影响？下面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是马克时空和时政春秋主持人马克。马克先生您好，欢迎您。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您好，那么首先想请问您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您看来，新的这个美国国安战略有哪些特点，或者是说需要哪些关注的重点是在哪些方面？实际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篇幅的角度来说，这个新的这个国安战略呢，它相当于是把亚洲部分放的最多，页数最多，文字也最多。然后呢，其次是所谓的西半球，那么也主要是美洲大陆，然后是欧洲、中东和非洲带来这样的顺序。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就是它的这个国安，美国未来的国安的一个重点的铺陈，也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篇幅来定义的。那么美国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实际上是强调了，就是以美国为中心，就是要以美国强大以后才有可能达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战略的这个稳定。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强调的是整个美洲大陆一定要是成为一个安定的美国的后院。再有一个就是在亚洲部分，那么强调的是说，与中共的这个就是美国政府执行了这个近30年的这个拥抱熊猫，与中共接触的这种策略呢，基本上是失败的，他已经明确表示这个是失败的。那么未来呢，和中共的竞争是更加激烈，但是呢，他不希望发生战争，所以说
川普呢在这个新的这个国安策略的战略当中，还是强调的是在保持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就是能够阻绝战争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要强调的是台湾的重要性。那台湾重要性的话，它主要有2点，一个是芯片生产上的这个关键的这个起的主导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正好处于第一岛链的核心，同时呢它又把东北亚和东南亚分开了，等等，反正就是它强调了台湾的重要性。那么对欧洲部分来说呢，它实际上是强调的是说，让欧洲自己能够管理，能够通过自强，然后能够承担这个美国的这个责任，而美国呢是辅助欧洲国家，然后呢让他们保持就是其他国家的这个安全。那么对于中东的部分来说，那么川普呢就是政府呢基本上是认为中东呢已经实现了和平，而且呢最关键的是说中东的部分来说，以前呢这个地方是比较战乱的一个比较的核心，那么现在来说，随着美国成为一个最大的这个石油生产国以后，那么整个中东已经开始从能源供应开始转化到另外的部分了，就说它可能会成为世界各地的一个重要的投资资金来源，同时呢他们也在发展 AI 啊、核能等等，他们也在进行产业的转型。那么这个呢就相当于是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我觉得是国安战略的一个转变吧，就是从欧洲进行撤退，然后呢它的主力呢放在亚太地区。那么目前来看，美国和中共实际上是代表了国际上的2大阵营的对抗。就是根据您的观察，新的这个国安战略在美中关系方面，它有没有变化？我觉得是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实际上，特别是这次强调呢，就是说，在这个经济和科技上，它一定要领先，保持优势。那么实际上来说，这次他特别也提到了第一岛链啊等等这些以前的这种概念。那么我觉得就是说，目前来说，川普政府呢特别清晰的表达了，就是说一定要在这个经济和科技上要保持优势。那么实际上来说，川普就是美国与这个亚洲盟友，就是包括印太地区的盟友，它的这个经济总量呢，实际上是中共的3倍以上。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它是具有天然的优势，所以说这种优势呢，它必须要进行进一步的保持。所以说可以看出，未来这个美国和中国呢，在这个科技和这个经济上的这个竞争呢，会更加激烈。那么川普政府呢，他会采取更多的方式围堵这个中共，同时呢，他要把这个供应链转移出来。那么他也明确的说明，说中共为了避开这个美国的这个围堵，那么他呢就把大量的这个产业链呢转移到了所谓的低收入国家，那么也主要就是东南亚国家。那么现在中共和这个东盟之间的和低收入国家的这个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中国和美国贸易额的4倍。所以说他已经看出了中共呢是在这个不断的把这个供应链转移出来，然后呢避免受到这个美国的围堵。所以说美国呢相对来说未来也会采取一个更加弹性的这个政策，可能针对这个要做出一些就是采取措施。所以说从经济上来说对中共进行打击，这是一个可能未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而且美国会持续进行。那么他认为呢，就是说这方面呢比与中共发动战争那会更加有利，而且呢也会更有效。那么他认为就是说，第一个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川普政府呢是鼓励就是在东亚的这个盟友日本、韩国等国家加强的这个军备，然后呢让他们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支援台湾，来对抗中共。所以说可以看出呢，他在这个整个的印太策略当中，就是对华来说主要是以经济和科技战为主，然后呢对于台湾来说呢，更多的是明确台湾的重要性，然后呢让这个东亚的盟友更多的去支援台湾，同时东亚的盟友也要加强自己的军备，这样的话呢，它是以一个同盟的这种方式来对抗中共。所以在您看来，这个新版的文件对于美国的未来的外交政策将会有怎样的影响？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说可以说他宣布了这个美国与这个中国接触和拥抱熊猫的这种想法呢是完全的破产了，那么他未来将不会再采取这种方式。那更多的话，它与中共呢是一种竞争或者是这个对抗的这种模式。那么毕竟来说，这个欧洲呢，它的整个的经济体量和美国差不太多，所以说他认为欧洲完全有能力自保只要你拿出足够的钱，然后呢用于国防，用于这部分开支的话，
那么对抗俄罗斯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美国呢就希望在未来几年内欧洲能够自强，然后呢美国呢就从欧洲呢把主要的军力撤出来，然后让美国以这个把更多的精力和军力部署在印太地区，保证印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这个川普政府呢这次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转移，而且是非常清晰的全面的去讲了他的这个战略转移的原因。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就是他与中共呢既要保持斗而不破的这种状态，他不会直接发生军事冲突，但是在经济和这个科技方面的这种对抗呢会更加的激烈，而且呢他会更加的支持台湾，然后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日本政府的这个高市早苗的这个言论也是对台湾的有力支持，而且呢对于中共来说也是踩了中共的这个红线和他的尾巴，所以说你可以看出中共跳得很厉害。不过呢这也正是整体的这个川普政府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所以我可以看出未来就是川普呢会在亚太地区团结盟友，集中的打击中共，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未来的走向吧。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也感谢您加入我们的连线，谢谢。下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波兰宪法法院日前裁定波兰共产党为非法政党，正式取缔波兰共产党，引发世界关注。中国网友也纷纷在评论区表态。波兰共和国报报道，波兰宪法法院全体法官周三裁定，波兰共产党的宗旨和活动与宪法规定不符。波兰宪法第13条规定，禁止任何基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存在。波兰共产党成立于2002年，声称自己是二战前波兰共产党的继承者，而不是战后苏联支持的波兰统一工人党。2020年，波兰前司法部长齐奥布罗向法庭申请取缔波兰共产党。上个月，现任总统纳夫罗茨基也提交了取缔申请。纳夫罗茨基指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基本人类价值观以及欧洲和基督教文明的传统。波兰共产党歌颂那些杀死数百万人的罪犯和政权为波兰法律所不容。波兰共产党被正式取缔的消息在抖音平台疯传，网友抨击中共，邪教就该剿灭，铲除邪恶，这是人类毒瘤，当今世界灾难的制造者，人类史上最邪恶组织。大纪元社论9篇共产党指出，共产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危害人类的邪教。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赵嘉林综合报道。周二，原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白天辉以受贿罪被执行死刑。中共当局声称，白天辉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1.08亿元，是原华融公司董事长赖小民的重要帮手。赖小民已经在2021年被执行死刑。白天辉去年5月以受贿罪被判死刑，他随后上诉被驳回，法院维持原判。法院称，2014年到2018年，白天辉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在项目收购和企业融资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超过11.08亿元。白天辉2019年1月被逮捕。2021年1月，原华融公司董事长赖小民因受贿17.88亿元人民币被执行死刑。白天辉案与赖小民案息息相关。白天辉曾在中共反腐纪录片中出镜称，有很多项目都是赖小民直接交代的，都是他的朋友的，有些时候为了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刘芳综合报道。周二，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了2025年年度报告。报告中指出，截至12月1号，全球共有503名记者遭到拘禁，其中中共当局拘禁121人，含香港的8人，其次为俄罗斯48人，包括26名遭到拘禁的乌克兰记者，排名第3为缅甸，关押47人。中共国仍是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监禁人数超过俄罗斯和缅甸的总和。
2026年是美国神韵艺术团创建20周年，今年的全球巡回演出即将拉开帷幕。在美国德州，有10多位市长向神韵发出褒奖，表彰神韵弘扬传统价值观、高超的艺术、丰富社区文化，给人们带来希望。日前，来自德州的国会参议员约翰·科宁也发出贺信，祝贺神韵所取得的成就，愿神韵未来更加辉煌。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前共和党党鞭约翰·科宁在贺信中写道：“近日得知神韵艺术团正在庆祝成立20周年，并将展开全球巡回演出，包括在德州的多场演出。我恭贺你们取得这一重要里程碑式的成就，你们整个团队都值得为此感到骄傲。在神韵20周年之际，表彰你们的奉献精神，承传并分享中国古典舞、音乐和传统。我鼓励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追求卓越成就。”目前，德州已有多位市长为神韵艺术团发来褒奖令，还宣布当地上演神韵的日子为神韵日。2026年1月2日起，神韵艺术团将在德州奥斯汀、达拉斯、拉伯克、圣安东尼奥、休斯顿等至少9个城市演出几十场。神韵。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丽、雨薇综合报道。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点击视频下面连结，输入 NTD999即可享受全球免运费。